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播客。这是一档面向中高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，我是小韩。在每期播客里呢，我们都会聊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。我会用简单中文来解释难的地方，让大家都能听懂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呢，还是老子。上一期里我们最后聊到了老子的工作，他是个图书管理员。在说老子之前，我想问你个问题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？对很多人来说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大概就是最好的工作了。那么，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，可能图书管理员就是一份理想的工作，对吧？你想在图书馆工作，你就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看书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图书馆，阅览室的门口呢，坐着一个年轻的管理员。阅览室就是图书馆里放书的一个个房间，你可以在里面坐下来，安安静静的看书。那天中午，很多人进进出出，走来走去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呢，他一直在低头看书，写字非常认真。我有点好奇他到底在看什么好书呢？后来我走近一看，发现他的笔记本上记了很多英语单词和句子。原来他是在学英语。你看，像他这样的图书管理员，工作是不是挺舒服的？每天除了整理书架、开会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呢，都比较自由。而且没有老板盯着你，你可以随便读你喜欢的书，学你感兴趣的东西。这样一想，还挺美好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聊的老子，当年做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。上一集里我们说了，老子在国家图书馆工作。一个图书管理员怎么能写出一本影响世界几千年的书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国家图书馆是什么样的，老子的具体工作是什么，还有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。在正式开始前和往常一样，先给你留个问题。老子辞职的时候多大年纪了？ A 30多岁， B 40多岁， C 50多岁。老样子结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答案，所以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如果你还想更深入的学习，欢迎你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。我给大家准备了每期播客的学习包。这个学习包里都有什么呢？有一个词汇讲解的音频，我会仔细的讲解播客里用到的5个常用词汇和表达，还有练习题以及完整的词汇表。链接呢就在视频描述里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好，另外你也可以在你喜欢的播客平台上听我的播客了，像是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s 上都可以收听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我们先来看看老子
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想象一下，你回到了2500年前，来到老子工作的图书馆。首先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，这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，是最大的。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？那时候啊，纸还没有被发明出来，没有纸。在公元105年，造纸术，也就是做纸的技术，才开始大规模推广。更多地方，更多人开始用纸来写字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没有纸的时候，图书馆里都有什么呢？你可能还记得，在孔子的故事第1集里，我们提到过，那时候普通人家里是没有书的，只有非常有钱的人、贵族还有国王手里才有书。因为国家不让普通人看书，所以啊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根本去不了老子工作的国家图书馆。那里的藏书呢，是最丰富、最重要的，只有2种人能进去。第一种是特别有权力的人，就是国王、贵族还有他们的亲戚。权力意思就是他说了算，大家必须听他的话，就像公司里的大老板一样。还有一种就是研究历史的专家。好，继续想象，我们是2个历史学家。现在啊，我们一边聊，一边跟着老子来看一看，在这座巨大的图书馆里都有哪些宝贝，也就是好东西呢？第一种宝贝是甲骨，你可能在很多纪录片里见过它。讲汉字起源、汉字历史的时候啊，经常会出现。因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，很多就是写在甲骨上的。甲骨就是动物的壳和骨头，像是乌龟壳。电影《功夫熊猫》里，熊猫的师傅就是一只乌龟。还有牛的骨头。所以啊，写在甲骨上的这些文字就叫甲骨文。好，看完了第一种宝贝，我们现在跟着老子继续往图书馆里走。你开始注意到身边出现了很多金属做的东西，有大大小小的杯子、坛子、酒杯、水盆，还有一些像大锅一样的东西，而且啊，上面还有文字。这些东西呢，都是金色的，特别漂亮，很贵重的样子。贵重就是说，看上去很贵、很值钱，又很重要。如果你喜欢逛博物馆的话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怎么有点眼熟？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我提醒你一下，如果这些东西不是金色的呢，而是青绿色的，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对，要是那些东西啊变成了青绿色，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？原来这就是青铜器。所以啊，图书馆里的第2种宝贝
就是青铜器。好，我们继续跟着老子往前走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老子工作的地方，他的办公室。你可能会有点好奇，老子的办公室里都有什么呢？现在让我们推开门走进去。一进来啊，你会看到一张桌子，桌子上呢堆满了细长的竹片，旁边还有一些工具，有一把小刀，一支笔，还有一瓶墨水。你注意到那些细长的竹片上都写满了很小的字。你问老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竹简。竹简就是我们说的第3种宝贝，而且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。竹简是用竹子做的，你可能会想到熊猫，因为熊猫最喜欢吃的就是竹子。在纸发明以前，竹简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书写材料。做竹简的过程其实很简单，先把竹子切成1厘米左右的宽度，然后放在火上烤一烤，这样可以去掉里面的水分，让它变干。这一步呢非常重要，大家叫它杀青。这个词我们待会儿还会说到。那烤干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竹片上写字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一片竹片写不了多少字，怎么办？古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先在竹片上打孔，然后呢，用线把很多竹片串起来，这样一片一片连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本书。所以，竹简其实就是古代的书本，只不过它不是纸做的，而是用竹子一片一片串起来的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前面说到的杀青这个词我们今天其实还在用，只不过不是用它原来的意思了。拍电影的时候呢，电影拍完了，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都结束了，就是说这部电影杀青了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个国家图书馆里的宝贝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在中国古代没有纸的时候大家就用甲骨、青铜器还有竹简来写字。在老子那个时候的图书馆里呢，放的不是纸做的书，而是这些书。你也能感觉到这个图书馆很不简单，里面收藏的是当时整个国家最重要、最多的知识。从很久以前的记录到当时最新的内容，几乎都有。可以说，这里保存的是当时中国的全部智慧，也就是大家的知识。说完这些宝贝，我们接下来说说老子的工作。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，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每天具体做什么呢？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他桌上有一些工具，纸、笔和墨水，这些你都认得。
但是还有一把小刀。你可能会有点奇怪，小刀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个是用来修改写错的地方。你看，老子说，他拿起刀，轻轻刮掉竹简上的一个字，再重新写上正确的字。他说，这就是我平时的主要工作。所以，老子的工作不只是看书，更重要的是整理图书馆里的各种资料。他需要改正里面的错误，再把它们按顺序放好。也就是说，把整理好的部分按目录放好。目录是一个单子，上面写着有哪些书放在哪里，就像我们今天的图书馆一样，每本书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有编号。因为这样一份工作呢，老子读了很多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人长期待在一个收藏全国知识的地方，每天都在读书、整理、记录，所以很有可能老子读过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书。慢慢的，他成了学问最大的人之一，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人。他了解了从古至今的智慧，也就是从古代到当时的知识和思想。做着这样一份理想的工作，老子就这样天天读着书吗？也许他想一直这样下去，每天读读书，整理资料，安安静静的生活。但是时代不允许，外面的大环境变了，世界变了，他不让你这么做了。老子安静的生活不可能继续下去了。我想如果老子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他很可能会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学问很大，对赚钱之类的事呢没什么兴趣，平时会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给学生上课，下课后就和学生们聊聊天，然后骑车回家，一辈子都会简简单单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在春秋的末期，就不可能这么简单轻松了。上一集里我们提到过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个不太和平的世界。在春秋之后，中国就进入了战国时期。战国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听名字就能猜出来，对不对？战就是打仗，国就是国家。战国的意思是，很多国家一直在打仗，各个国家的国王谁也不服谁，都想当老大，都想成为最厉害的那一个。结果就是战争越来越多，世界也越来越乱。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安全、很乱的时代里，老子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？老子的想法和孔子很不一样。孔子的选择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听过我们之前播客的朋友知道，孔子去了很多国家，想要帮助国王们解决问题，减少打仗，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好。但是结果呢？
那些国王们都不听他的。那老子呢？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的选择完全不一样。他没有像孔子那样让他们听他的话，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待着。老子知道，如果国家之间继续打仗，我工作的城市还有我的图书馆最后也会倒霉的。所以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后，在55岁时，老子辞职了，他选择了离开。老子辞掉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，离开了城市。他决定找个地方，一个别人都找不到他的地方，自己一个人住。这样一来，打仗的事呢，就跟他没关系了。下一集里，我们继续说说老子离开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。著名的《道德经》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？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呢？我们下期继续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播客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。老子是多少岁辞职的？答案是 C， 50多岁。大概是55岁的时候啊，老子辞职了。如果你答错了，你就可以带着问题再听一遍，你多听几遍啊，就容易听懂了。好，又到了我们的词汇讲解时间了。第一个，推广。推广，造纸术，也就是做纸的技术，在公元105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推广。推广这个行为呢，经常是政府、企业、公司做的。比如说，现在很多企业会推广新技术。这家科技公司正在全球推广他们的新能源电池技术。推呢，是一个动作，你往前推，用手推门，把门推开。广是广大、更大的地方。广场就是一块很大的空地。广播就是可以传到很多地方去的声音。广告也是可以传到很多地方的内容，像是地铁广告、电视广告、电梯广告，都是能让很多地方、很多人看到的。所以啊，推广这个词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动作，把什么东西推到更大的地方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用上这个东西。政府推广造纸术，让更多人可以用纸。近几年，中国一直在向世界推广茶文化和传统中医。第二个是从古至今。从古至今，老子读了很多书，了解了从古至今的智慧，也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智慧知识。从，我们知道从前这个词是过去以前的意思。从，你看这个字啊，是两个人前后走的样子。从最早的意思呢，就是跟着。因为要跟着什么，需要有一个起点，所以啊，
从就成了一个起点。那从古代的一个起点开始到哪里呢？至就是到，至今就是到现在。从古代过去一直到今天到现在，从古至今，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成语。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一下。从古至今，大家都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。好，第三个，跟我没关系，跟什么什么有关系。你一定很熟悉这个用法了。有人和你道歉，你会说没关系，告诉对方不用在意，没事儿。那跟我没关系，跟什么什么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呢？播客里我们提到老子决定辞职，这样做，打仗的事儿就跟他没关系了。跟的意思就是和、同。口语里我们用跟用的更多。跟什么什么没关系，就是说跟什么什么无关。两件事或两个人中间没有联系，没有一点点关系。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你别找我。就是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和我无关，你去找别人。跟什么什么有关系，就是跟什么什么有关。两件事或两个人中间有联系，有关系。这次项目能成功，跟每个人的努力都有关系。每个人努力工作，项目呢就成功了。我今天讲的故事都和老子有关系，是说内容是连在一起的，有关的。接下来的5个词汇我会在我的 Patreon 上继续给大家讲解，同时还有详细的词汇表和练习提供给大家。如果你想深入学习，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。下一期关于老子的播客呢，也是最后一期。我们会谈一谈老子离开的时候发生的事儿。他是怎么写出《道德经》这本书的呢？在上一期讲老子的节目里有位朋友留言说，这个是不是太难了？接近 HSK 6级的水平了。我也觉得要讲一些和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有关的话题时难度就会比较大。但是呢，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，觉得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的内容非常有意思，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在上一期里，我讲的时候呢，加入了更多的解释，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用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？欢迎给我留言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收听这一期节目，我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